你再说一遍。今儿个是千秋宴，宫里头张灯结彩，丝竹声声，热闹得很。可我一点都不高兴，因为渣爹又在当众给我娘亲难堪。我娘亲出身镇北将门沈家，骑马射箭样样精通，就是没怎么读过书。我外公和几个舅舅在边关拿命守着疆土，凭什么被人看不起？可渣爹偏偏宠着那个妖里妖气的江贵妃江柔儿，就见她扭扭捏捏的献了一首酸诗，满店的人跟吃了蜜似的一通花。渣爹更是亲手帮她理鬓边的珠花。柔儿才情，冠绝后宫。然后他一转头看向我娘亲，那眼神冷得跟腊月的风似的。我坐在娘亲腿上，气得小拳头都攥紧了。果然，紧接着就有人跳出来：皇后身为中宫，若是胸无点墨，如何母仪天下？还提议让我娘跟江柔儿斗诗，输了就让出后位，欺负我娘不会写诗是吧？我娘亲还没开口呢，渣爹就冷冰冰的拍板了：准了，朕替皇后应下。这才有了方才那一幕。我仰着小脑袋瞪着那个长氏姑姑，小手插在腰上，气鼓鼓的。满店的人都等着看我这个小丫头出丑，可是这场赌局我偏要赢给所有人看。那长氏姑姑被我一个3岁小娃盯着，竟然愣了一下。哟，小公主这是替你娘出头呢，可惜啊，不负全女有什么用呢？我没理她，直接仰头看向高台上的渣爹。父皇，娘亲不跟他比，我来。全场一片死寂，不知道哪个角落传来一声没憋住的噗。渣爹眉头皱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意外。念念，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要胡闹。谁胡闹啦？娘亲是将门出身，保家卫国的，凭什么要跟一个只会写酸诗的人比这个？江柔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她身子一软，靠向渣爹，眼眶红红的。陛下，小公主还小，不懂事，臣妾不怪她。又来了，又是这一招。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可我偏偏要跟他比，他敢不敢？满殿大臣面面相觑，有的忍笑，有的惊讶，还有几个老大人目露赞赏。渣爹显然觉得好笑，觉得我翻不出什么浪话。他看了一眼江柔儿，又看了看我，竟然真的解下了腰间的赤金虎符，啪的拍在岸上。好，朕就陪念念玩玩，他若赢了，这虎符归你们母女。这渣爹他就笃定我不可能赢。呵，你等着。我朝娘亲回头看了一眼，娘亲满脸担忧，朝我微微摇头。我咧嘴对她笑了笑，露出缺了一颗的小门牙。娘亲放心，念念罩你。娘亲愣住了。我转回身，对着江柔儿一仰下巴：“来吧，先。”江柔儿定了定神，提笔写了一首乖巧柔媚的小诗：“花映宫墙柳拂台，清风送暖入帘来。”众人一阵赞叹，渣爹满意的点头，然后所有人都看向我。我迈着小碎步走到书案前，只能露出一个小脑袋尖儿。翠竹姐姐赶紧搬来一个小凳子，我爬上去，垫着脚尖，费力的拿起那支比我胳膊还长的大毛笔，全场忍不住笑了。所有人的笑声都卡在了喉咙里，因为我落笔了。自幼树烟助胆魂，弯弓跃马半征尘。无需粉黛添颜色，飒爽襟怀自出群。晚殿鸦雀无声，太傅大人猛地站起来，胡子都在抖。这诗是这3岁的小公主写的。我放下笔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得意的拍了拍小手上的墨迹，回头朝娘亲眨了眨眼。娘亲捂住了嘴，眼眶红了。江柔儿的脸色变了，她咬了咬牙，提笔又写了一首：诗里簪缨玉袖姿，兰心绘制自成诗。好几个大臣暗暗点头，我气得小脸都鼓起来了。哼！我啪的一拍书案，震得砚台都晃了晃。深宫何曾上剑旗？没有我外公和舅舅们在边关拼命，你们在宫里连安稳觉都睡不上。我提笔，小胳膊用力，一笔一画写下：社稷起因脂粉固，河山虚丈应几称。最后一笔收得又稳又狠，全场炸了。太傅老泪纵横，颤着声音喊了3声好。好几个武将出身的大臣红了眼眶，连一向严肃的御史大夫都摸着胡子连连点头。我叉着小腰，仰头看向渣爹，渣爹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。江柔儿急了，赶紧又写了一首，把贤后挂嘴边，摆明了踩我娘上位。品报双全真谪仙，幽居内阁守瑶轩。躺临正殿统群院，温婉和风万惠言。柔儿此言才是中宫风范。我没闹够。全殿再次安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小手攥紧大毛笔，踮起脚尖，一笔一句写下去。躺平慈父争雄胜，落笔之时谁比肩？莫道红颜少壮怀，干将赤胆献金台。凤冠岂靠承恩宠，独仗风骨压尘埃。写完最后一个字，我把毛笔往岸上一拍，转身叉腰，乃音响彻大殿。我娘亲是皇后，谁也别想抢。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然后太傅第一个鼓起了掌，紧接着满殿文武全部站了起来。好诗，好风骨。掌声和赞叹声几乎要掀翻屋顶。江柔儿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。她那几首温柔小意的诗，在我这首面前，就是萤火见了月光。
可渣爹不甘心，他的亲信赵公公跳出来，阴阳怪气的说话。小公主年幼，怕是有人提前教的吧？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行啊，你出题，现考。渣爹冷笑一声，指着殿外的月亮，就以月为题。我都没犹豫，张口就来，奶声奶气，却字字清晰。皓月玄天贯古今，银华何用托风声。塞上夜夜成鹏照，遥映中人万里情。这一次，连质疑的人都说不出话了。太傅老大人嘴唇都在颤抖。好一个遥映征人万里情！说完，他真的朝我拱手作了一揖。一个白胡子老头给一个小娃娃作揖，这画面挺离谱的，但我超级开心。我迈着小碎步走上前，在一群大臣慈爱崇拜的目光中，伸出2只小手，使劲抓起赤金虎符。这东西真沉，差点没把我坠个趔趄。我晃晃悠悠地捧着虎符，跑到娘亲面前，踮起脚尖把它塞进娘亲怀里。给娘亲拿好，这是念念迎来的。娘亲接过虎符的手都在抖，她一把把我抱进怀里，紧紧地搂着。念念，娘亲别哭，念念厉害的，以后谁欺负娘亲，念念都帮你打回去。渣爹铁青着脸，揽着摇摇欲坠的江柔儿。今日宴席到此为止，都散了吧。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哼，走就走，渣爹，你亏大了。回到凤仪宫，翠竹姐姐兴奋地团团转。公主殿下太厉害了，奴婢都看呆了。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趴在娘亲怀里，小手还紧紧攥着娘亲的衣襟。困是真的困，可我还有话要跟娘亲说。娘亲，不要藏好。好，娘亲藏好。还有那个江柔儿是坏女人，渣爹也是坏蛋，娘亲要小心。不许这么叫你父皇。她不配。还有外公、舅舅们。我的念念，娘亲一定护好你。后来的事是翠竹姐姐告诉我的。渣爹派人送了燕窝过来，说是给娘亲压惊。娘亲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，直接让人倒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外祖母进宫了，那个顾衍竟敢这样对你。我正坐在小凳子上啃糕点，赶紧跳下来，迈着小碎步跑到外祖母面前。外祖母，抱抱。我的乖乖，外祖母的小宝贝儿，听说昨儿个你替你娘亲出头了。对呀，念念把坏女人打败了，还赢了一个大虎符。外祖母眼眶都红了，搂着我不撒手。这是什么神童啊？我沈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娘亲把外祖母拉到一边，压低声音说了很多话，我竖着小耳朵偷听。娘亲让外祖母帮忙找一些身手好的、信得过的人。这个容易，你那几个哥哥……外祖母忽然停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。你那几个哥哥昨晚收到消息，连夜就从边关往回赶了。舅舅们要来了。我兴奋地从床上弹起来。舅舅们要来看念念了吗？外祖母笑得合不拢嘴，差点没把军报鸽子累死在半路上。我开心地在榻上打了个滚。大舅舅沈长渊严肃得跟块石头似的，但对我超级温柔。二舅舅沈长策笑起来像狐狸，最喜欢给我讲故事。三舅舅沈长风性子最野，要带我骑大马。四舅舅沈长安话最少，一个人削了一筐苹果给我吃。五舅舅沈长月最小也最爱闹腾，跟我抢过糖吃，虽然最后他把整罐都让给了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搂着外祖母的脖子，开心的不行。舅舅们什么时候到呀？快了，快了。不过你舅舅们脾气暴，进了京可别让他们乱来。我才不管呢，让他们来。渣爹要是再欺负娘亲，5个舅舅加上我，6个打他1个。果然，不出3日，舅舅们就到了。5匹骏马一字排开，铠甲铮亮，战靴带着边关的风尘，大步流星地闯进了皇宫。守门的禁军拦都不敢拦，大舅舅走在最前面，一张冷峻的脸上写满了杀气。二舅舅笑眯眯的，但那笑容让人后背发凉。江柔儿，祝你个功。四舅舅没说话，手按在刀柄上。五舅舅最活泼，一进凤仪宫就扯着嗓子喊。我正坐在门槛上等着呢，一听到声音，立马蹦起来，张开小胳膊就往外冲。舅舅！五舅舅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把我抛起来又接住。我在空中咯咯咯笑个不停。大舅舅走过来，从五舅舅手里把我夺了过去，抱在怀里，低头看了看我。瘦了？没瘦，念念可能吃了。二舅舅凑过来，笑着捏了捏我的脸蛋。听说我们家念念斗诗赢了贵妃？你什么时候教过他？我说的是我教的技艺。几个舅舅差点吵起来。四舅舅默默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递给我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把用木头削的小剑，剑柄上还刻着“念念无敌”4个字。谢谢四舅。四舅舅嘴角微微动了动，算是笑了。娘亲从里面走出来，看到5个哥哥，眼眶立刻红了。大舅舅把我交给五舅舅，走到娘亲面前。妹妹，我们来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和念念，先过我们这一关。三舅舅搓了搓拳头。我听说那个姓姜的还要抢后位，他也配？在宫里注意点。念念，狗皇帝对你和你娘好不好？我摇头。
5个舅舅的眼神同时冷了。我窝在5舅舅怀里，啃着4舅舅给我的小木剑，有娘亲，有外祖母，有5个帅舅舅。渣爹算什么？江柔儿又算什么？我顾念念3岁半，有诗有剑还有靠山。舅舅们进宫第1天，凤仪宫差点被掀了。5个大男人为了谁抱我吃午饭，吵翻天了。念念跟大舅吃，凭啥？我先到的。他什么时候说的？都闪开！二舅舅沈长策在旁边扇扇子笑。我坐在小凳子上，左手抓着牛肉干，右手捧着鸡汤碗，吃得满脸油光，幸福的脚丫子都在晃。最后大舅舅一个眼神扫过去，4个弟弟瞬间安静。他把我从5舅舅怀里捞过来，抱进里屋哄我午睡。我趴在大舅舅肩膀上，迷迷糊糊快睡着时，翠竹姐姐匆匆进来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，我顿时困意全无。我猛地抬起头，小手攥紧了大舅舅的衣领。渣爹，你想干什么？是我3岁半人生里最漫长的一个时辰。我坐在门槛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娘亲在里面来回踱步。翠竹姐姐端了3次水，她一口都没喝。外公打了一辈子仗，渣爹不敢把舅舅们怎么样的。娘亲苦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没说话。公道尽头出现了5个挺拔的身影，5舅舅甚至还冲我挥了挥手。我一下子从门槛上蹦起来，小跑过去。大舅舅弯腰把我抱起来，他不敢动我们。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趴在大舅舅肩膀上。二舅舅凑过来，低声跟娘亲说了句什么。娘亲的脸色突然变了，我耳朵一竖，心又提了起来。第2天一早，翠竹姐姐才买回来，眼色就不好看了。公主，外面都在说您的诗是将军们提前教好的。我手里的勺子顿住了，气死我了！他们说我是背的。我把碗一放，从凳子上跳下来，就往御花园冲。御花园里果然热闹，好几个嫔妃带着宫女赏花。我一出现，目光齐刷刷投过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到人群中央，扬起脑袋。谁说我的诗是别人教的？不信，现在就考。那便以柳为题吧。我瞥了那棵柳树一眼，嘴角一勾。碧丝万缕蒲公烟，不与百花争路先。3000佳丽春风老，唯剩青青立玉前。念完最后一句，满园寂静。江柔儿手里帕子掉在地上，自己都没发现。我拍拍手，正要转身走人，忽然听到假山后面传来一声微弱的猫叫。走过去一看，一个宫女正拿树枝戳一只瑟瑟发抖的小奶猫。我的火腾的就上来了。你在干什么啊？那宫女吓得跳了起来，手里的树枝掉在地上。我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把她捧起来。她在我掌心里轻轻叫了一声，软软的，可怜巴巴地蹭我的手指。我的心瞬间化了。翠竹姐姐，把她带回去，给她洗澡。公主，宫里养猫怕是不合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念念说了，她叫团团，以后跟着念念。抱着团团回凤仪宫的路上，突然看到前面公道上贴了一张告示，是渣爹刚下的圣旨，所有皇子公主。我瞅着那几行字，眉头皱起来了。这个时间点下这道旨，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团团，又回头看了看凤仪宫的方向，心里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渣爹，你是不是又在憋什么坏？太学第1天我就知道渣爹果然没安好心，因为那个老夫子看我的眼神，分明就是等着刁难你4个大字。太学里加上我，一共7个皇子公主，我是年纪最小的，其他哥哥姐姐最小的也比我大3岁。我被安排坐在第1排正中间，凳子太高，我爬都爬不上去。最后是身旁一个冷着脸的少年伸手把我提了上去。我扭头看他，是个很好看的哥哥，眉目冷峻，像一把没出鞘的剑。谢谢哥哥，你叫什么呀？顾恒。据说从小不受宠，跟个隐形人似的。另一边就凑过来一张笑脸。哟，这就是大出风头的念念小公主呀。3皇子顾眼，笑得跟只小狐狸似的。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没搭腔。这人笑得太熟练了，我不信。老夫子清了清嗓子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今日第1课便考笑各位皇子公主，从年幼者开始。从我开始，呵呵。我坐直了小身板，心想来吧来吧，谁怕谁。可当老夫子说出第1道题目时，我的眉毛还是不由自主地挑了一下。这个难度给3岁小孩出，渣爹你是真下得了手啊。第1道经义，我站在小凳子上，奶声奶气地把出处、释义、引申全讲了一遍。老夫子的眉毛抖了一下。第2道算术，我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报出了答案。老夫子的眉毛又抖了一下。第3道历史，这道有点意思，问的是前朝一段很冷门的典故。我一口气说完，还顺带补充了2个老夫子都不知道的细节。全场鸦雀无声。老夫子盯着我看了好半天，忽然疼得站起来，胡子都在颤，大步走到我面前，深深一揖：老夫教书4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天资之人，愿收公主为关门弟子。我眨了眨眼，回头看了看其他皇子们的表情。顾眼的嘴巴张成了 O 型，顾恒第1次正眼看我，那目光里的惊讶和审视。我咧嘴笑了笑，正想说些什么，忽然一个小太监匆匆跑进来，在老夫子耳边说了几句话。老夫子的脸色变了，他回头看着我，眼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意味。公主，陛下有旨，要换一位先生来教你。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这么快就要拆台？渣爹，你可真行啊！新来的先生叫程砚秋，翰林院大学士。
整个学堂的气温都降了几度，一张清徐的脸上没有半丝笑意，最后目光定在我身上。你就是那个3岁作诗的小公主？我仰着头看他，点了点。他哼了一声，一甩袖子，转身在案上摆出5道题。答不出来，以后就老老实实坐着听课。嘿，这是瞧不起谁呢？我从凳子上跳下来，迈着小碎步走到案前。前4道我都顺利答了出来，写字歪歪扭扭的，但内容挑不出毛病。第5道是一道开放题，问的是如何治理边境流民。我想了想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仰头反问了他一个问题：程先生，您知道边关冬天有多冷吗？您知道将士们吃的军粮有时候发霉了，还得往下咽吗？程砚秋愣住了。流民的事不能光坐在翰林院想，你问问边关的人。学堂里安静的吊针可闻，程砚秋站在原地，沉默了整整1盏茶的时间。然后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，他拱手弯腰对我行了一个正正经经的施礼。公主大才，程某受教。我嘴角刚要翘起来，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，让我愣在了原地。从明日起，老夫不仅教你文章，还要教你兵法策论。将门之后，当文武兼备。但是公主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今日展露的才华，已经有人在忌惮你了。我的心猛地一缩，他看着我，目光深沉。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，小心江家最近的动作。从那天起，程先生就成了我在太学最重要的人。他教我的方式跟老夫子完全不同，不仅教经义文章，还教兵法谋略、朝堂博弈。每天放学，大舅舅会亲自来太学门口接我。堂堂镇北大将军，铠甲都没脱，整个公道的人都绕着走得很人。走到太学门口就变了个样，蹲下来张开手臂等我扑过去。今天学了什么？程先生教了36计的第7计。答对了。大舅舅就二话不说把我举高高，我在半空中咯咯咯笑个不停，风吹着我的小啾啾，路过的工人们全看呆了。那个威震边关、杀人不眨眼的沈大将军正举着一个粉团子转圈圈呢。可就在我被大舅舅扛在肩膀上往凤仪宫走的时候，那个方向是江柔儿住的丹霞宫。我搂着大舅舅的脖子，眯起了眼睛。怎么回事？御膳房的人去丹霞宫干什么？一股不安的感觉从心底升起来。我把看到的事悄悄告诉了二舅舅。二舅舅扇着扇子笑了笑，念念观察力不错，舅舅查查看。我点点头，没再多问，但心里一直不踏实。2天后晚膳时分，翠竹姐姐端上来一碗红枣银耳羹，说是御膳房特意给凤仪宫加的。我正要伸勺子，团团突然从我脚边窜上桌，对着那碗羹喵呜喵呜的叫，还伸爪子去扒碗边，一副死活不让我碰的架势。我愣了一下，把勺子放下了。翠竹姐姐，我盯着那碗羹，声音忽然很平静，把这碗端走，不要倒掉，也不要让任何人碰，去请太医来验一下。我没回答，抱起团团摸了摸他的脑袋。好猫，救了念念一命。1个时辰后，太医的验查结果出来了。翠竹的声音在发抖，公主，里面有慢性的。因为娘亲的手已经攥住了我的肩膀，她的手指在发颤，脸色白得像纸。我转身抱住了娘亲的腰，小脸埋在她怀里，闷闷地说了一句：娘亲，该反击了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我让翠竹把那碗有问题的银耳羹原封不动地保存好，又让团团在旁边守着，谁来都不许动。我让人去请二舅舅，二舅舅来得很快，进门时脸上的笑已经没了。我坐在小凳上，双脚悬空，认认真真地看着他。二舅，御膳房的药材进出记录你能查到吗？二舅舅蹲下来与我平视，目光锋利却带着心疼。念念想怎么做？查清楚是谁动的手，什么药经过了谁的手，每一步都要有证据。这次不能只告状，要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二舅舅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明白了，交给二舅。他站起来，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时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念念，不管查出什么，舅舅们都在。我嗯了一声，攥着团团的小爪子，等他走远了，才悄悄吸了一下鼻子。3天后，二舅舅把一份详细的记录送到了我手上，证据链完整，清清楚楚，直指一个人。我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了那个名字，小手攥紧了纸页，不是江柔儿，是江柔儿背后的人，一个我万万没想到的人。二舅舅办事果决，仅3天便将证据链查得水落石出。药材源头出自宫外江家名下的铺子，由赵公公暗中带入宫禁，再借御膳房之便混入凤仪宫的晚膳。我将证据交到二舅舅手中，只说了4个字：送御史台。1日早朝，弹劾奏折如雪片般涌上御案，朝堂顿时炸开了锅。渣爹脸色铁青，当即下旨，江柔儿禁足半月，不得踏出寝宫半步。消息传回凤仪宫，我高兴地抱着团团原地转了3圈。坏女人被关起来了。翠竹姐姐笑得合不拢嘴，娘亲虽未多言，眉间也终于舒展，长长松了口气。可我只高兴了一小会儿，禁足半个月，然后呢？以江柔儿的性子，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半月的安宁，不过是暴风雨前短暂的间歇，所以我得抓紧这段喘息之机，做几件要紧的事。头一件，去找一个比我还可怜的人。二皇子顾恒，他住的地方偏僻荒凉，连下人房都不如。顾恒的院子拓得我差点以为走错了，墙皮脱落，瓦片碎了几块，窗户纸破了大洞，风一吹呼呼响。堂堂皇子
住成这样。我转身直奔内务府，把小手往桌沿上一拍，刘总管，二皇子的屋子你去看过没有？漏雨的顶，碎裂的砖，连盏像样的灯都没有。你们内务府是瞎的还是故意的？先前贵妃娘娘吩咐过，二皇子那边一切从简，贵妃被禁足了，你听她的还是听我的？今天之内派人去修，修不好我找父皇。他扑通跪了。出门时，三皇子顾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念念好威风。”我瞥他一眼，你早知道二哥住那么破。他的笑淡了，知道，但我也帮不上忙，以后一起帮。我伸出小拇指拉钩。3天后，顾恒搬进新院子，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很久，咬着唇，眼眶红得要滴血。顾恒站在新院门口一动不动，新瓦、新窗纸、新石砖，院里还种了2棵桂花树。他死死咬着嘴唇，肩膀在抖，但一滴眼泪都没掉。我走过去拉住他的手指，仰着脸说：“二哥，以后不用一个人了，有念念呢。”他蹲下来把我抱住了，抱得很紧很紧，肩膀一直在发抖。我伸出小胖手，轻轻拍他的背：“不怕不怕，念念在呢。”顾衍站在旁边，假装看天、看树、看鸟，偷偷擦了一下眼角。过了好久，顾恒松开我，声音有点哑：“谢谢。”我拉着他往院里走：“二哥，你看，等秋天桂花开了，我们一起做桂花糕。”可第2天，程先生说了一件事，让我心头一紧。陛下亲自出题，要考教皇子公主们的策论。他看着我，目光意味深长：“公主，这次不是诗词了。策论题目2个字：治国。其他皇子写的都是仁政爱民、广开言路、四平八稳。我不想写套话，我要写真的。于是我写了边关军需改革，写外公巡防时发现军粮发霉，写舅舅来信说冬衣棉花被偷换成芦花，写将士们挨饿受冻还要上阵杀敌，写得很慢，手腕酸，字歪歪扭扭。小手上全是墨点，脸上也蹭了2坨黑。程先生收卷后，从头到尾读了2遍。他拿着我的策论，直接去了御书房，亲手呈给了渣爹。渣爹看完，坐在龙椅上沉默了一炷香。当晚，凤仪宫来了个陌生人，青衫佩剑，月光下抱拳行礼。他低头看着躲在娘亲身后的我，笑了笑。这就是写策论的小公主。这人眼睛亮得像藏着星星，可腰间那把剑让我莫名觉得危险。你有我大舅舅厉害吗？陆师傅第2天在练武场开课，大皇子耍了套花架子，陆师傅没吭声。3皇子打了套拳，他点点头。2皇子顾恒沉默地走到场中，捡起木棍劈出3招，简单干脆凌厉。陆师傅眼睛亮了，好苗子。他递给我一把木剑，几乎跟我一样高。我双手握住，使劲一提，重心不稳，身子一歪，全场都笑了，连顾恒嘴角都弯了一下。我脸红红的，但没松手，我能行的。陆师傅蹲下来看了看我，笑意更深了，随即说了一句让我倒吸凉气的话：明天起先扎1个月马步，扎不住就不用来了。1个月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短腿，咽了咽口水。这大概是我3岁半人生里最大的挑战了。扎马步比想象中难1万倍，蹲了不到1/3炷香，腿就开始抖，是控制不住的筛糠似的抖，汗珠滚进眼睛里，涩得要命。但陆师傅说手不能动，我就不敢擦，咬着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，硬忍着不能哭。我是沈家外孙女，将门之后不能哭。1炷香终于燃尽，腿彻底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身子往前栽，没摔到地上，一双手稳稳接住了我。4舅舅沈长安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一直靠在围栏边看着我。他把我扛上肩膀，大步往回走。4舅，念念没丢人吧？他声音很低，就2个字，没有。第2天枕边多了把新木剑，刻着念念最强。我正笑着，翠竹急匆匆跑进来：“公主，江贵妃禁足期满了。”她今早去了御书房，笑容一点一点收起来。来了。我一听急了，挣脱娘亲的手，迈着小短腿一路狂奔到御书房门口，里面渣爹正训斥大舅舅。我一嗓子奶音炸开：“父皇！”所有人愣住了，小团子气喘吁吁站在店门口，舅舅歪了，一双圆眼满是倔强。舅舅们守了大圣20年边疆，来看看念念。大舅舅身上17道伤疤，每一道都替父皇挡了刀。他们做错了什么？渣爹脸色变了好几遍，最后摆手：“都退下吧。”2舅舅低声跟我说了句话，让我脚步一顿。顾恒的孩子最近在偷练一套古怪的剑法，2哥在瞒着我什么？第2天下学后，我悄悄跟着顾恒，他绕了一大圈，穿过竹林，来到皇宫最偏僻的废弃教场，杂草丛生，4周高墙围着。他从墙角石板下翻出一把木刀，开始练，动作极快极刁钻，每一刀都带着孤注一掷的狠劲。但没有人教过他，发力全靠自己摸索，好几个动作明显是错的。我忍不住了，从草丛里站起来：“2哥，第3招步伐不对，重心要往左沉，不然肩膀会伤。”顾恒猛地回头：“你跟着我。”我理直气壮：“为什么一个人偷偷练？”他沉默很久：“这宫里没人教我，但我不想永远当没用的人。”我仰着头说：“我帮你找陆师傅教你。”那天晚上我去找陆师傅，他听完后说了一句让我浑身发冷的话：“那套刀法我认识，是漠北军的，10年前被禁了。”他看着我：“小公主，你知道德妃当年是怎么死的吗？”我愣住了：“德妃不是病死的吗？”陆师傅没再多说，让我别急，他会自己去观察顾恒。我满脑子都是那句话。回到凤仪宫，窝在娘亲怀里，小声问：“
娘亲认识德妃吗？娘亲手指一顿，认识，很温柔的人。我刚进宫时，全后宫只有他跟我说过话。他怎么走的？太医说是疾病，来得太快。你还没出生，娘亲信吗？他低头看我，眼底闪过痛意。有些事不是信不信，是查不了，查不了，除非有人不让查。我把疑问压在心底，没再追问。好在第二天有件开心事，娘亲按我之前的计策挖拢了安嫔和荣嫔，以前绕道走的工人都规矩行礼了。我嘴里塞着蜜枣和桂花酥。翠竹姐姐急匆匆跑来，脸色煞白。公主，边关急报，北敌10万铁骑南下，3城告急。嘴里的蜜枣瞬间不甜了。朝堂炸了锅，主战主和吵成一团。渣爹犹豫不决，大舅舅当朝请命回边关领兵。我蹲在门槛后面，全听到了。大舅舅推门出来，一低头就看到缩在门口的我。他蹲下来，第一次用特别郑重的眼神看着我。念念，舅舅要回去打仗，边关有坏人来了，赶走他们就回来，你一定要回来。我伸出小拇指，声音在抖，但没哭。大舅舅认真的跟我拉了钩，然后我没忍住，扑进他怀里嚎啕大哭。我披着小斗篷，被五舅舅抱着站在宫门口。马蹄声渐远，我把脸埋进五舅舅衣服里。五舅，念念要变强，以后谁都不用再走。刚迷糊睡着，就被翠竹一句话惊醒。江家联名上折，弹劾沈家拥兵自重。我在黑暗中攥紧了拳头。他们敢说沈家拥兵自重，说大舅舅拥兵10万，偏偏大舅舅刚走，人在路上没法自辩。渣爹把折子压在案头，既没批也没驳。我知道他在观望，这种时候不能等。二舅，我要进御书房找父皇，你一个3岁孩子去御书房。正因为我3岁，3岁的孩子说的话，没有人会觉得是沈家授意的。二舅舅看了我很久，慢慢笑了。去吧，二舅在外面等你。我整了整衣裳，抱着团团，迈着小短腿往御书房走。可我还没走到门口，就看到一个人从御书房里出来了。他看到我，嘴角弯了一下，那个笑让我后背发凉。江柔儿从我身边走过时，俯身凑近，我没理他，攥紧团团，继续往前走。进了御书房，渣爹正坐在案后揉额头，一脸疲惫。看到我，他皱眉。我没有撒娇，没有哭闹，而是规规矩矩行了个礼，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他案上，是大舅舅写给外公汇报边关军务的正式书信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笔军饷的去向，每一次调兵的依据，每一场战役的伤亡数字。二舅舅帮我整理的，一共17封，时间跨度3年。父皇、外公和舅舅们在边关做的每一件事都记在这里。我仰着脸，声音稳稳的。江家说沈家不听调令，那请父皇看看这些调令是谁下的。渣爹看着案上那摞家书，慢慢伸手拿起了第1封。我安静地站着，等他看完。他翻到第5封时，手指顿住了，脸上的表情变了。渣爹一封接一封的看，越看脸色越沉。3年来，朝廷拨给边关的军饷，有将近3成在半路就被人劫走了。大舅舅多次上报，折子却石沉大海。渣爹把最后一封信放下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抬头看我，第一次用一种认真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。念念，这些话是你自己想说的。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脚够不着地，但腰板挺得笔直。父皇觉得呢？外公和舅舅们在边关流的血是假的吗？他又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摆摆手让我走了。那天晚上，弹劾沈家的折子被压了下去。我回到凤仪宫，娘亲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把我搂进怀里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我闭上眼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赢了一局，但程先生第2天找我说的一番话，让我意识到事情远没有结束。程先生的表情很严肃。公主，你太聪明了，聪明到让人害怕。他蹲下来跟我平视，宫里这种地方太出风头不是好事。你在御书房说的那些话已经传遍朝堂了，有人夸你聪慧过人，但也有人开始忌惮你。我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觉得程先生说的对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道理我懂。于是我决定在太学里低调一些，故意在小测验里答错几道题。结果三皇子顾衍贼兮兮的凑过来，念念你装的吧，第3题你明明会，故意写错的，被拆穿了。我气得在他胳膊上咬了一口，他嗷嗷直叫。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让团团挠你。不说，我帮你演还不行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心想这小子还算有点用。可就在我努力低调的时候，一件事打破了所有平静。翠竹姐姐慌慌张张跑来，公主，娘娘喝了药汤以后突然晕倒了。我冲进内殿时，娘亲已经被扶到了床上，脸色惨白，嘴唇没有血色，额头全是冷汗。翠竹守在床边，急得直哭。太医呢？我一嗓子喊出去。太医来得很快，把了脉，翻了眼皮。皇后娘娘脉象虚浮，但查不出具体病因。查不出？我蹲在娘亲床边，攥着她的手指，查不出原因的病，要么是怪病，要么就是有人做了手脚。我扭头看向药碗里的残渣。翠竹姐姐，这碗药汤是从哪里来的？翠竹一愣，是御药房配的方子，宫里老嬷嬷煎的。翠竹想了想，脸色变了，是上个月刚调来凤仪宫的周嬷嬷。上个月刚好是江柔儿禁足期满之后。我站起来，拉着团团就往外跑。念念，你去哪儿？找二舅舅。二舅舅查御药房记录，只用了1天，药材进出账册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周嬷嬷在煎药时私自加了一味慢性的东西，证据拿到手，
我没有像上次那样悄悄递给御史台，这一次我要闹大。我抱着药渣直接冲进了后宫议事的场合，满殿嫔妃正在说话，看到一个小团子抱着个碗闯进来，全愣住了。我把药渣往地上一放，这碗药里被人动了手脚，是有人要害皇后娘娘的命，证据在这里，御药房的记录在这里，下手的周嬷嬷已经被拿住了。我抬头，目光扫过所有人，最后定在一个人脸上，江柔儿，她的脸色刷得白了。满殿寂静，所有人的视线都在她和我之间来回。我站在大殿中央，小小的身子，稳稳的语气，父皇这次还要保他吗？渣爹没法再包庇了，事情闹得太大，他下旨彻查。周嬷嬷很快招认了一切，江柔儿被降为嫔尉，挪去了冷宫附近的偏殿。我以为渣爹会来看看娘亲，结果他只派了个太监送了些补品过来。我把补品收好，锁进柜子里。渣爹的东西谁知道安不安全？娘亲养了半个月，身体总算恢复了，精神好了很多，脸上也慢慢有了血色。我趁机开始教她识字读书。没错，3岁半的女儿教娘亲认字，我用树枝在地上写，娘亲蹲在旁边一笔一画的学。翠竹在一边笑得肚子疼，公主教的比太学先生还认真。我严肃的纠正，是娘亲学得好。那天下午，二皇子顾恒路过凤仪宫，看到了这一幕，他站在院门口，嘴角弯了一下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么自然，像冰面裂开了一道缝，漏进来一点暖阳。可这份安宁没持续太久。3天后，边关又来了消息，边关传来捷报，大舅舅和三舅舅大败北敌，斩敌3万。我正在凤仪宫练扎马步，腿抖得跟筛子似的。翠竹姐姐跑进来喊：“打赢了，将军们打赢了！”我腿一软，直接摔在了地上，但顾不上疼，爬起来就绕着院子跑了3圈，然后扑进娘亲怀里，大喊：“舅舅们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”团团被我的动静吓得炸了毛，满院子乱窜。渣爹在朝堂上不得不公开嘉奖沈家，江家彻底失了声。朝中再没人敢提拥兵自重4个字。五舅舅抱着我在院子里转圈圈，我窝在他怀里得意的哼：“看吧，我们沈家才是大圣的顶梁柱。”五舅舅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我们念念也是顶梁柱。那当然，可高兴归高兴，我心里惦记着一件事，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？翠竹帮我打听了一下，带回来的消息让我怔了怔。将军们暂时不回京，陛下的意思是让沈家继续镇守，继续镇守还是不让回来？渣爹不让舅舅们回京，明面上是重用，但日子还得过。太学里来了个新学生，打破了平静。大圣的公主也不过如此嘛，小小的。我放下毛笔，慢慢转头看他，比什么？他一愣，没想到我会接茬。比诗，我赢了。比算术，我又赢了。他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我说了句：“你等着。”就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这小子捧了一大束不知道从哪儿摘的野花，红着脸说：“你很厉害，我要跟你做朋友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旁边3皇子顾衍就酸溜溜的开口了：“念念的朋友够多了，不需要你。”我看看顾衍，又看看拓跋轩，忽然觉得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拓跋轩嘴上不服，行动上却跟在我后面，像个小尾巴。太学下课，他跟着；练武场，他也跟着。我去御花园喂团团，他蹲在旁边，好奇地戳团团的尾巴，被团团一爪子拍开，疼得嗷嗷叫。2个人经常为了谁坐我旁边而互瞪。这天下午，我在御花园散步，迎面碰上了宫女秋月。经过我身边的瞬间，盆里的水忽然往我身上泼来，我侧身一闪，干干净净地躲了过去。秋月自己却因为用力过猛，脚下打滑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我拍了拍衣裳，低头看着她：“姐姐小心脚下。”周围的工人捂着嘴偷笑。我转身走了2步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这个小丫头越来越碍事了。”但那语气不像一个普通宫女说得出来的。我没有回头，脚步也没停，但心里记住了这句话。江柔儿虽然被贬去了偏殿，可她的爪子好像还没有完全缩回去。我把这事告诉了2舅舅，他扇子一合，笑容淡了。念念说的对，斩草要除根。接下来几天，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照常上学、练武、逗团团。暗地里，2舅舅开始清查江柔儿留在各宫的眼线。查到第3天，翠竹来报，凤仪宫里也有，就在我身边。一个每天给我端洗脸水的小宫女叫春桃。我听到这个名字时愣了一下，因为春桃对我很好，还偷偷给团团塞小鱼干。确定吗？我问2舅舅。确定。他每隔3天就往偏殿传一次消息。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怎么处理？2舅舅问我。我想了想，说了2个字：不动。2舅舅挑了挑眉，留着他以后有用。既然知道谁是眼线，那就让他只看到我们想让他看到的东西。2舅舅的扇子重新打开，笑意回到了脸上。念念啊念念，你可真不像3岁的孩子。我咧嘴一笑，4岁了，2舅。而4岁生辰那天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凤仪宫门口。他站在院子里，身后跟着一对太监，手里捧着大大小小的锦盒。娘亲领着我出来接驾，行礼时手指微微发抖。渣爹看了看娘亲，又看了看我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念念，今天是你生辰，父皇给你带了礼物。锦盒打开，是一套小弓箭，一方上好的砚台，还有一件绣着金凤的小斗篷。礼物确实用心，但我更在意的是他为什么来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是2舅舅教我的。我乖乖行礼谢恩，笑得甜甜的。渣爹坐下来喝了杯茶，
跟娘亲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，然后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念念，你觉得太子哥哥怎么样？我端着茶杯的小手顿了一下，这个问题不对劲，渣爹怎么会突然问我对太子的看法？我抬起头，对上了他探究的目光。太子哥哥很好呀，念念最喜欢太子哥哥了。渣爹的表情没变，但眼底闪了一下。他走后，我把那杯茶倒了，对娘亲说了一句话：娘亲，渣爹在试探我们，太子那边怕是出事了。第二天太学里，太子顾瑾没有来，程先生照常上课，对空着的座位一字未提。顾衍难得没有笑，顾恒比平时更沉默。下课后，我拽住顾衍的袖子：三哥，太子怎么了？顾衍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：听说昨晚被父皇叫去御书房训了一顿，跪了2个时辰，但好像跟江家有关，又是江家。我皱起眉头，江柔儿都被贬了，江家还能搅什么风浪？除非江家攀上了新的靠山。三哥，太子平时跟江家走得近吗？顾衍想了想，以前不近不远，但最近半年，太子的伴读换了一个，好像是江家的远亲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伴读是能日日待在太子身边的人，江家把人安插到太子身边，这步棋走得可真深。我松开顾衍的袖子，脑子里已经开始盘算了，可还没等我想出对策，太学门口就站着一个不该出现的人。拓跋轩满脸是血，衣服撕破了，嘴唇肿得老高，一看到我就扑了过来。念念，有人要杀我！拓跋轩伤得不轻，脸上好几道抓痕，手臂上还有淤青。我让翠竹姐姐先给他擦干净，一边问：谁打你的？太子的伴读，就那个姓江的，说我是蛮夷野种，不配待在大圣的太学里。我的脸沉了下来，一个质子在大圣皇宫里被打成这样，传出去是外交事件，或者说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有了靠山，不怕后果。我让拓跋轩先在凤仪宫待着，转身去找了陆师傅。陆师傅听完，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了。江家那个伴读叫江远，此人不简单，手上是练过功夫的，他打一个4岁的孩子算什么本事？陆师傅蹲下来看着我：公主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露出了一个笑容。陆师傅，您说太学里可以比武切磋吗？他挑了挑眉，好像猜到了我要干什么。可以，但你确定？确定，不过上场的不是我。我笑眯眯地说出了一个名字：二哥顾恒。我去找顾恒时，他正在新院子里擦那把木刀，桂花树还没到开花的季节，但枝叶已经很茂盛了。我把事情一说，顾恒沉默了。你要我在太学当众跟江远比武？二哥，你现在的功夫已经很扎实了。陆师傅也说你是好苗子。江远欺负拓跋轩，如果没人出头，以后他会变本加厉。而且二哥在宫里当了10年隐形人，够了，是时候让所有人看看二皇子不是好欺负的。顾恒垂着眼，手指在木刀上慢慢摩挲。他抬起头，眼神里那股我熟悉的倔强又回来了。好，只一个字，干脆利落。我笑了，伸出小拳头跟他碰了碰。二哥加油，念念给你当军师。他嘴角弯了一下，算是笑了。白天让陆师傅给他加练，晚上我蹲在旁边帮他分析江远的招式。陆师傅看着我指指点点的样子，摇头笑了。你这哪是公主，分明是个小参谋。可就在比武前一天晚上，出了一件谁都没料到的事，顾恒的木刀被人偷走了。木刀不见的消息是顾恒自己来凤仪宫说的。他站在门口，脸色很平静，但攥着拳头的指节发白。晚上回去就没了，院子里的锁也被撬过。我一听就火了，谁干的心知肚明。怕二哥明天赢，所以提前使阴招。翠竹姐姐说要不要报内务府？不报。我和顾恒几乎同时说，我们对视一眼，都明白报了也没用。二哥，你等着。我转身跑进里屋，翻箱倒柜找了半天，最后从枕头底下掏出了一样东西，四舅舅给我刻的小木剑，刻着念念最强的那一把。我双手捧着它走到顾恒面前，郑重地递过去，拿去用。顾恒看着那把小木剑，没有接。这是四舅给你的，借你的。我把剑往他手里一塞，打赢了还我，再刻一把新的也行。他的喉结动了动，然后他把木剑握紧了。我不会输的。第二天，太学练武场，江远站在场中央，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。顾恒走了过去，手里握着那把小木剑，神情平静如水。全场安静，我坐在最前排的小凳子上，攥着团团的爪子。二哥，该你了。比武一开始，江远就抢攻，他的招式又快又狠，明显是冲着伤人去的。一棍扫来，带着破风声，围观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顾恒侧身闪开，没有急着还手，他在观察，先看对手的破绽，再出手。江远连攻了7、8招，顾恒全部避开，脚步稳得像定在地上。江远急了，招式开始变形。就在这时，顾恒动了，他一步跨出，渐渐挑开江远的棍，木剑贴着江远的咽喉停住了。练武场上安静了足足5息，然后爆发出一片哗然。江远脸色煞白，额头冒汗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顾恒收剑，退后一步，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回来。路过我面前时，他低头看了我一眼，把小木剑还到我手里。还你。我接过来一看，剑柄上念念最强4个字旁边多了一行小小的新刻字，恒哥也强。我鼻子一酸，差点当场哭出来，赶紧把脸埋进团团毛里。当天晚上，
太子顾瑾亲自来了凤仪宫，他穿长服，独自站在凤仪宫院中。这是我第一次近看这位大皇子，13岁，长相端正，但眼神多了疲倦和犹豫。念念，他声音不稳。今天的事我来道歉，江远是我伴读，他做的事我有责任。我抱着团团坐在门槛上，仰头看他。太子哥哥是来道歉的。是，江远，我已撤了他的伴读身份，让他离开太学。我眨眨眼，这倒出乎意料，我以为太子会护短。太子哥哥为什么亲自来？因为我不想让人觉得太子连当面道歉都不敢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这个太子哥哥至少还有几分担当。那太子哥哥要小心，江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脸色变了，沉默片刻，点点头，我知道。他转身要走时又停下，回头看我，念念，你才4岁，怎么什么都懂？我笑了笑，没回答。太子走后，我趴在娘亲腿上，娘亲，太子被江家盯上了，如果江家控制了太子，以后麻烦比现在大10倍。那念念觉得该怎么办？我看着天花板，认真想了很久，拉他一把。拉太子这件事不能急，得慢慢来。我先让顾衍去跟太子走动，三皇子嘴甜会来事是最好的润滑剂。再让顾恒偶尔在练武时跟太子切磋几招，用实力说话。慢慢的，3个皇子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偶尔一起吃饭，我负责在背后出主意，偶尔担着小板凳往他们中间一坐，假装天真的问些问题，实际上是在引导话题。程先生看在眼里，私下跟我说，公主这叫什么？纵横捭阖？才不是。我啃着桂花糕，含糊不清地说，这叫交朋友。程先生笑着摇了摇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边关捷报不断传来，北狄已经退到了草原深处。五舅舅在宫里闲不住，天天带我练功，给我讲边关故事。四舅舅又刻了3把新木剑，每一把上面的字都不一样。二舅舅教我下棋，我已经能赢他2盘了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。直到那天傍晚，一匹快马冲进了京城，带来了一个消息。送信的人浑身是血，跪在宫门口，只喊了一句话就昏了过去。沈大将军中伏，生死不明。我手里的桂花糕掉在了地上，整个凤仪宫像被一盆冰水浇透了。娘亲听到消息的那一刻，她站在原地摇晃了一下，翠竹赶紧扶住了她。五舅舅冲了出去，二舅舅和四舅舅紧随其后。我站在院子中央，风吹着我的小揪揪。大舅舅拉过钩的，100年不许变的，他答应过我要回来的。我没有哭，不是不想哭，是哭不出来。念念，娘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颤。我回头看她，她的眼泪已经流了满脸，但她还是蹲下来把我抱住了。别怕，你大舅舅命硬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把脸埋在她肩膀里，小手紧紧攥着衣角。等是最难的事。那一夜我没有睡，坐在窗前，抱着小木剑，盯着天上的月亮，一动不动。团团趴在我腿上，安安静静地陪着我。第二天一早，二舅舅回来了，他的脸色很差，但眼里没有绝望。查到了。他蹲在我面前，声音沙哑，大哥中伏的地点有问题，那条路线是保密的。我猛地抬头，你是说有内鬼？二舅舅点了点头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浑身发抖的话，泄密的那条线最终指向了京城。我脑子嗡嗡的，但逼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二舅，大舅舅现在到底是死是活？活着。三弟拼死把他救了出来，但伤得很重，昏迷不醒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有希望。我擦了一把脸，深吸一口气。内鬼的线索呢？其中一个跟江家有姻亲关系，像一条毒蛇，打断了尾巴还能咬人。二舅，这次不能只拔一颗钉子了。我攥着小拳头，声音稳稳的，要把整条蛇连窝端掉。二舅舅看着我，眼底全是心疼。念念，你才4岁，4岁也是沈家的人。他闭了闭眼，没有再劝。可要扳倒江家，光靠沈家不够。我想到了一个人，太子顾瑾。3个人蹲在凤仪中的桂花树下，脑袋凑在一起开小会。江家通敌的证据2究竟在查，但要让父皇下决心动江家，光有证据不够。我掰着手指分析，得有朝中重臣联名上奏。顾衍皱眉，太子会愿意帮忙吗？正因为纠缠深，他才更该切割。顾恒一直没说话，这时开口了，我陪你去找他。我抬头看二哥，他的眼神很认真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主动请缨。当天下午，我和顾恒找到了太子。他听完我的话，沉默了很久。念念，江家的事我早就想查了，只是我手里有一样东西，一直不敢拿出来。太子从袖中取出一封泛黄的旧信，这是江远被撤伴读那天，他故意落在我书房里的。太子苦笑，我猜他是想威胁我，没想到反而送了把柄。我接过来一看，信上的内容让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是江家家主写给北狄王庭的密信，时间是5年前。5年前，正是德妃去世的那一年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顾恒站在旁边，一字一句地读完了那封信，他的脸色白得像纸。5年前，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，我娘就是那一年死的。我伸手握住顾恒的手指，他的指尖冰凉。二哥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太子看着我们2个，深吸一口气，做了决定。这封信我亲自交给父皇。当晚，太子进了御书房，待了整整2个时辰，而我在凤仪宫等消息，等到月亮升到头顶，终于等来了二舅舅的一句话：陛下下旨了，彻查江家，圣旨一下，
京城震动，江家府邸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抄家那天翻出来的东西堆成了小山，账册、密信、名单，样样触目惊心。朝中跟江家勾连的官员被牵出一大串，像拔萝卜一样，一个接一个。江柔儿在偏殿得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据说砸了满屋子的东西。渣爹下旨废了他的嫔位，贬为庶人，永远囚禁冷宫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喂团团吃鱼干。坏女人这次是彻底完了吧？我问翠竹，翠竹笑着点头，彻底了，翻不了身了。我哦了一声，又塞了一条鱼干进团团嘴里，没有特别高兴，也没觉得解气，因为大舅舅还在边关昏迷着。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，抱着小木剑坐在窗前数星星，数到第37颗的时候，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五舅舅冲进来，眼眶通红，嘴唇却笑着咧开。念念，你大舅醒了。大舅舅醒了。三舅舅的家集家书里说，大舅舅醒来第一件事是问念念怎么样了。我蹲在院子里，把信翻来覆去看了10遍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，边哭边笑，整个凤仪宫哭成一片，但都是高兴的。我擦干眼泪，提笔给大舅舅写回信，字还是歪歪扭扭的，但我写得很认真。大舅舅，坏人已经被抓了，你安心养伤，等你回来，念念给你表演扎马步，一炷香不带抖的。写完想了想，又加了一句，拉过钩的不许赖。五舅舅帮我把信送了出去。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，梦里又闻到了桂花香。可第二天一早，翠竹姐姐慌慌张张跑进来，脸色煞白。公主，江柔儿从冷宫逃出来了，她闯进了早朝大殿。我猛地坐起来。什么？我来不及换衣服，披着小斗篷就往朝堂跑。到大殿门口时，里面已经乱成一团。江柔儿披头散发站在殿中央，手里握着一把匕首，浑身是血，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守卫的。顾景渊，他指着龙椅上的渣爹，声音尖利的像破锣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满朝文武倒吸一口凉气，直呼皇帝名讳，这是死罪。可江柔儿已经疯了，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你让我害沈氏，你让我害皇后，现在出了事，你一脚把我踹开，把所有罪名都扣在江家头上。她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匕首指着渣爹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年德妃的死是谁默许的？边关的军情是谁故意泄露的？你想借北狄的手削弱沈家，结果玩脱了，现在又装好人。殿上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龙椅上。渣爹的脸色铁青，但他没有说话。我站在殿门口，小小的身子藏在柱子后面，手心全是冷汗。江柔儿说的是真的吗？渣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来人，拿下这个疯妇！侍卫冲上去，江柔儿挥着匕首乱砍。你们都被骗了。顾景渊才是最狠的那个，他怕沈家功高震主，怕皇后母族做大，所以一步步设局。我只是他手里的一把刀，用完了就扔，扔了还要踩上一脚。顾景渊，你不得好死！匕首被夺下，江柔儿被按在地上，但他还在笑，笑得眼泪横流。你们等着，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他是什么东西。大殿上安静的可怕，渣爹坐在龙椅上，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。满朝文武低着头，没人敢说话。我躲在柱子后面，攥着小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。江柔儿说的那些话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了我心里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渣爹就不只是渣，而是彻头彻尾的坏。那大舅舅差点死在边关，也是他一手造成的。我咬着嘴唇，转身跑了出去。身后传来二舅姐的声音：念念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抱着团团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娘亲敲门，我不开。翠竹姐姐端来吃的，我不吃。脑子里全是江柔儿那些话。德妃的死是谁默许的？边关的军情是谁故意泄露的？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那我这4年做的一切算什么？结果他才是幕后最大的黑手。我抱紧他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外响起了一个声音：念念，是二哥。顾恒的声音。我擦了擦眼泪，慢慢走过去，打开了门。顾恒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样东西，是一本旧账册。这是陆师傅帮我查到的。我接过来翻开，一页一页的看，看到最后手开始发抖。德妃死的那天晚上，渣爹在江家，而下令封锁消息，不许彻查的也是渣爹。我抬起头看着顾恒，他的眼睛红红的，但很平静。念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和顾恒坐在凤仪宫的院子里，月光洒了一地。二哥，你恨他吗？顾恒沉默了很久，恨，但他是父皇。我攥着小拳头，做错了事就该付出代价。可我们现在还太小，我们斗不过他。4岁的小孩，10岁的少年，拿什么跟一个皇帝斗？但我不甘心。二哥，我们可以等我们长大，有了足够的力量，再跟他算这笔账。顾恒看着我，慢慢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等你长大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表面上，我还是那个乖巧聪明的昭华公主，但暗地里，我要一点一点积蓄力量，拉拢朝臣，培养势力，掌握军权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渣爹付出代价，为了大舅舅，为了德妃，为了所有被他牺牲的人。我抱着团团，看着满天星光，轻轻说了一句话：等着吧。3个月后，大舅舅回京了，桂花开了，满宫都是甜甜的香味。我站在宫门口，看着大舅舅骑着马慢慢走来。他瘦了，黑了，左臂用布袋吊着，脸上多了一道新疤，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，一看到我就弯了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攥着小木剑，嘴唇紧紧抿着。
他翻身下马，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。念念，大舅回来了。我看着他的脸，看着他左臂上的绷带，看着他鬓角新添的白发，然后我扑进他怀里，嚎啕大哭，鼻涕眼泪全糊在他的铠甲上。你说好100年不许变得呜呜呜，你差点就回不来了，呜呜呜！大舅舅把我搂紧了，下巴搁在我头顶。没事了，大舅回来了。身后5个舅舅、娘亲、翠竹姐姐全都红了眼眶。顾恒站在远处，安静地看着这一幕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大舅舅的手臂不肯松开，生怕一松他就又不见了。大舅舅回京第3天，渣爹在御花园设宴，名为庆功，实为试探。我坐在娘亲身边，低着头吃糕点。沈将军此番大胜，实乃国之栋梁，臣不过尽忠职守，不敢居功。将军伤势如何？需要多久才能痊愈？是关心，还是在问他什么时候能重新领兵？大舅舅淡淡道：太医说需静养半年。半年，渣爹重复了一遍。那就好好养着，不急。我低着头吃糕点，耳朵却竖得笔直。宴席散了之后，二舅舅把我拉到一边，陛下在试探你大舅还能不能打仗，如果能，他会继续用；如果不能，他没说下去。如果不能，渣爹就会找理由削兵权。二舅、大舅舅的伤到底怎么样？比太医说的重，左臂伤了筋骨，以后能不能再拉弓都不好说。我攥紧了小拳头，这笔账又多了一笔。大舅舅养伤的日子里，朝堂上的风声越来越难听。有人说沈家功高震主，该削兵权。二舅，这些折子是谁递的？二舅舅把名单给我看，我一个一个记在脑子里。7个跟江家旧部有牵连，3个是渣爹的心腹。二舅，你说父皇到底想干什么？二舅舅合上扇子，看着我，很久没说话。最后他蹲下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念念，有些事你现在知道了也没用，只会让你难受。我不怕难受，你父皇这辈子最怕的事，就是有人比他强。江家是他养的狗，咬完人就杀掉，沈家是他握的刀，用完了也想扔。我听完没有说话，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小小的手攥不住什么，但我在心里记住了每一个名字，每一笔账。那天晚上回到府里，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：等我长大，冬天来了，京城飘起了第一场雪。顾恒来府里找我，带了一包热腾腾的栗子糕。我们坐在廊下，看着院子里的雪一层层堆起来。团团蹲在门槛上，伸爪子去接雪花。念念，顾恒忽然开口，陆师傅跟我说了一些事。什么事？关于我娘的。他的声音很轻，我娘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下了毒，而封锁消息不许彻查的人。我把最后一块栗子糕塞进嘴里，含含糊糊地说：二哥，你恨吗？恨。他说得很干脆，恨就对了。我咽下糕点，转头看着他，记住这个恨，但现在不能动，我们太小了，动了就是送死。顾恒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在练刀，我在读书。我说，等你把刀练到天下无敌了，我们再动手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很认真。要等多久？我伸出一只手，张开5根手指。5年，给我5年。他伸出手跟我击了一掌。雪越下越大，把整个院子都盖成了白色。我看着那片白茫茫，心想，雪下面的种子正在等春天。我们也是。开春之后，我开始有计划的做3件事。第一件，跟着程先生学治国之策，是真正的帝王术、育人术、天下大事。程先生看着我列出的书单，沉默了很久，问我，公主，你想做什么？我笑着说，想当个有用的人。第二件，让二舅舅帮我在朝中织一张网，今天送这家大人一盒糕点，明天帮那家夫人找一本孤本，但人情攒着攒着就多了。第3件，稳住太子，我要确保太子身边的人都是可靠的，不会再出第2个江源。顾衍不知道我的全盘计划，但他凭直觉嗅到了什么。念念，你最近好忙，忙着长大呀。我啃着桂花糕说，他歪着脑袋看我，你长大以后想干嘛？我想了想，笑了，想让坏人都没有好下场。顾衍打了个哆嗦，你笑起来好吓人。我追着他满院子跑，团团在后面跟着凑热闹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每一天都是在倒计时。那年秋天，大舅舅的伤终于养好了，左臂虽然不如从前灵活，但握刀拉弓都没问题。沈家的将士们听到消息，边关上下欢声雷动。渣爹听说之后，又下了一道旨意，是不让他留在京城。大舅舅走的那天，我没有哭，仰头看着马背上的他，伸出小拇指，大舅，拉钩，等我长大了来接你回家。大舅舅看着我，眼眶红了一圈，但他笑着点头，好，大舅等你。马蹄声渐渐远去，尘土飞扬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官道尽头。团团蹲在我脚边，仰头看我，我蹲下来把他抱起来，蹭了蹭他的脑袋。回府的路上，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，5年，还有4年零3个月，够了。早上跟程先生读书，下午练武，傍晚逗猫，每隔3天进宫看一次娘亲，每隔5天跟太子下一盘棋。顾恒练刀，顾衍蹭饭，拓跋宣是小尾巴，没人知道这个梳着小揪揪、抱着胖橘猫的小丫头心里藏着一盘多大的棋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摊着一张大圣的舆图，每个关键位置都被我用朱砂笔点了一个小红点。二舅舅靠在门框上，摇着扇子看我，念念，你这张图画了3个月了。我头也不抬，在西北边关上又添了一个标记。画完了，然后呢？
我放下笔，抬头看着他，笑了一下，那笑容不像4岁小孩的，倒像是一个将军在审视自己的沙盘。我把朱砂笔放进笔架，伸了个懒腰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抱起趴在桌角打呼噜的团团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夜风吹进来，月光铺了满院银白，看着那轮又大又圆的月亮，然后就该轮到我了。